这一节我们开始讲，使用 WebAssembly 来实现一个许可证的功能。实际上就是我当时写这个 WebAssembly 这个组件，写这个组件的时候写了2个版本。第一个的话就是针对于这个 license 生成的这个页面去写的这么一个，它呢主要就是一些计算吧，计算和返回那个返回结果，就是这么几个文件。然后具体逻辑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TechUI 核心组件库里边的这个 WASM， 然后它呢就是大概有这么几部分吧。就一个的话就是 Utilities， 就是做一些计算啊、字符串处理啊、DOM 的一些处理啊、验证啊等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些计算，计算的话我目前写了3个。第一个的话就是自适应的这个处理比如说我们在高级版里边，它自适应模式有4种，也就是 Adaptive Panel 的这个计算支持吧，整个这个逻辑就是都写到这里边。第二个的话就是 Color Picker， 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写的图表智能配色，就是通过它来返回的一个结果。然后还有一个 Panel 3D 的一个计算支持，就这样，它是有实际上是4个模式。矩阵、蜂巢、一体、悬停，这个也是蜂巢，只是不同的方式。实际上这个组件我也并没有用起来，我现在还只停留到这个悬停交互。这写完之后，前面这几个交互方式我都没去用他们写过什么页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component 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 SVG 的一个节点计算和返回。实际上我用了一个 ASCII 这个模板组件来实现的这个 SVG 节点的一个计算。这些呢就都是调用某一个模板，比如说我的这个科技边框 TechBorder A1， 比如说这个 IN TechBorder A1，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这个 TechBorder A1 里边的所有的这个计算节点。因为我当时我想的是，除了我要实现那个用这个WASM 这个组件，然后我想实现几个点吧。第一个的话就是许可证的这个逻辑，第二个的话就是 SVG 的这个节点保护。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算是我的一个知识产权吧，我想保护它，所以我就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是怎么做的这个计算。因为所有的这些节点都是我手工一个一个的写出来的。因为我有设计的功底嘛，所以我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绝大多数人他是没有设计能力的，所以说他是没法做到手工去写这个 SVG动态节点的这个能力的。然后这边的这个RS 这个组件呢，它就是调的这个模板，然后传了参数宽度、高度、title 宽度等等，传进去之后，然后计算返回一个值，然后返回给前端。就是我们在调用这个 IN TechBorder A1 的时候，它会去根据这个传入值，然后把这个计算完毕返回去。所以说这个用这个 WebAssembly 呢，就是我目前实现了这个3个点的一个黑盒操作。第一个的话就是许可证加解密这些逻辑，第二个的话就是计算逻辑，比如说我的那个自适应面板取色的这个逻辑，还有 Panel 3D 的一个计算第三个的话就是 SVG 节点的一个黑盒，就是相当于我用这个 WASM 这个组件实现了3个黑盒的功能，就是别人看不到我是怎么去实现的。虽然说我研究这些技术的这个初衷其实并不是太好，因为就说我们本着这个分享的这个精神我们不应该做这样刚愎自用的这种事情。但怎么说呢，我在我这个框架上面，我至少是花了到目前为止这应该是第3个年头了。我第一个版本非常的简单，纯粹是那个代码的堆叠，然后也没有做任何的代码保护。第二个版本的话就是从那个从1点几写到2点几，然后就是不断的在扩充这个组件库，然后用蹩脚的 JS 去实现了一个纯前端的一个许可证的功能。第3个版本的话就是 TechUI 3.0， 我是用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方案，也是比较正规的方式去实现了一个纯前端的一个许可证。然后第3个版本这个实现其实这里边是有故事的。我当时在考察我用哪种语言去写这个 WebAssembly， 有一个群我跟小伙伴们还沟通过，就是具体用哪个，但是最后那个我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之后，我选了 Rust 这个语言。
用 Rust 开发的这个 WebAssembly 这个组件呢，它的体积并不是最优的，最优的应该是 C 语言和 Assemble Script。我实际上我学了几天 Assemble Script， 我用它写了一些基础的方法，在 AI 的帮助下，我用 Assemble Script 写了一些基础的方法吧。后来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我发现 Assemble Script 这个语言呢，它的完成度非常的糟糕，它的组件库也非常的少，后来我就放弃了。虽然说它打包出来的体积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它的语法也是类 TS 的，但实际上跟 TS 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一直是 solo 开发，所以我实际上是不会用 TS 的。我因为要去学那个 Assemble Script， 我还特意去学了1-2天呢，就大概看了一下那个 TS 的那个教程，然后后来发现它太不成熟，然后就放弃了，然后转而开始调研其他的这个语言。后来翻来覆去，觉得还是 Rust 这个语言，写这个 WebAssembly 比较成熟，所以才那个学的这个 Rust 这个语法。当然啊，这个 Rust 语言对于纯前端来说的话，它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我大概学了5天时间，5天还7天时间啊，然后就开始写代码。因为我学到后边的那些什么智能指针啊，还有啥，就好多它的概念啊，它其实都比较简单。但是这些概念糅合到一起的时候，然后那些案例啊，你看的时候就云里雾里的。然后我觉得吧，我写一个 WebAssembly 也用不了这么复杂的这些知识点，所以呢，我在学到后边这些智能指针以后的话，我就大概过了一下，我也不想听，因为我听不懂了，所以我就放弃了。然后我直接开始用那个 AI 来协助我写这个 WebAssembly 这个组件。然后呢，大概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我就把它写完了。所以说这个 AI 还是非常牛逼的。你要是没有这个 AI 的帮助的话，实际上你让我写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把我 2.0 的那些逻辑什么的，再用 WebAssembly 用 Rust 去把它写一遍啊，我觉得群里一个小伙伴说的很对啊，学个2个半月也未必能开始写。所以对，他没有考虑到这个 AI 的这一个变量。这个我呢就完全是就是在 AI 的协助下去完成的这项工作。结果还是挺不错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我对这个就是我写的这些，比如说 ZS 版本的这个 code，实际上就是对开发者来说的话，它非常的不友好。我前面说了嘛，我是一个完全是 solo 开发者，而且这个代码就是写完之后就完全是我用，所以我根本不注重那个就是我是否写的美观，是否能读懂，而且我故意就是不想让别人读懂。所以说，当我写完之后实现完之后的话，我自己很头疼的。我每次迭代这个代码的时候，我都得去打开对照表，然后去翻它是什么意思，他做了个他干了个什么事儿，好歹还有点注释，我可以根据这些注释，我知道这个方法是干嘛的。然后，但是它代码里边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逻辑，我就得去翻半天。所以说，可以说这种方式呢，非常的不可取，就给后期的这个维护带来非常大的这个麻烦。不得已才下定决心，用那个 WebAssembly 去把它重新迭代一遍，然后最终的结果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你看代码都，非常的清晰明了，然后都能看得懂。我们看一个 tools 吧，这里边有很多那个注释掉的代码，这个比如说我写一个那个获取 session， 设置那个 session storage 或者是 get session storage， 它都。代码都非常的简单哈。好，今天的话就讲到这。我感觉就是当这个工程，也就是 TechUI Wasm Core 这个工程打包编译之后的话，我是直接指定到了我当前的这个开发目录，也就是打包完的话直接放到这个位置了。也就是这边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胶水代码来调用这个 Core bg 点 Wasm 这个组件。然后这个组件的话，就是暴露了一些方法，我们可以在这个 core 里边可以看到，这些都不是我自己写的。对，比如说 view info file system language 等等，对吧？这些InTechBuilder 2A2 等等，这是它的一个胶水代码，也就是它可以去调用，通过这个 core 点 ZS 来调用这个 Wasm 里边这些写好的这些逻辑啊、方法等等。然后呢，去达到我们的目的。那今天呢，就是讲到这吧。整个这个前端许可证呢，也都给大家讲清楚了它的一个规划、实现的原理，要监测的内容，然后怎么监测这些内容，
然后许可证当中有些什么信息，然后我目前是做了一些那个配置参数，辅助许可证的一些配置参数，然后加解密的手段，还有代码的加密。代码的加密这个是我之前也提了，就是不推荐大家，因为实际上你用这种方式写完之后，维护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又开始用那个 WebAssembly 重写了一遍。大家也可以就是用这个 Rust 来写自己的这个许可证组件，因为就是实际上你在学了基础之后的话，你在那个 AI 的加持之下，你要去写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然后后续的话我会给大家开一节那个我是如何去写这些SVG 元素的，比如说系统标题、科技边框啊，我可能会拿这个 Tag Geometry 这个组件来去讲。比如说我现在写了1、2、3、4、5个那个几何图形，然后这些几何图形呢，它全部都是宽度和高度是可以那个做那个自适应的。比如说我们打开配置项，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宽度是350，高度是200，那这个是350，高度是100，然后可以通过配置参数给它改很多东西。然后还有这样的，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几何图形呢，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宽和高，给它一个宽和高，然后来给它计算这么一个结果出来。我们可以给它各种的变形。下一节的话，我会去讲一下这块。就相当于是手写 SVG， 然后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些几何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计算公式。我高中呢是一个学渣，这些几何图形的一些计算呢，它应该都是高中时候学的。那我呢当时是个学渣，我会就是在下一节的内容当中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在缺乏高中知识点的情况下怎么去做的这些计算，怎么去写的这些公式。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非常重要。如果大家觉得就是我的这个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给我点一个赞，然后转发。我新发布的这个 Tech UI Lite 科技风格动态 SVG UI 框架是完全免费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去用一下它，文档什么的，还有 demo 这些都非常的齐全。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框架有用呢，欢迎大家在这个GitHub 上面给我一个 star。如果这个 star 我这上面写了，如果 star 数量达到了500，我会把那个高级版本里边的这个 adaptive panel， 然后移植到这个 Lite 版本上。因为 Lite 版本上面现在这个 adaptive panel 呢，它只有一个模式，就是等比模式。然后高级版的话，它是有4种模式。所以说希望大家多多点赞，500也不是太多。好，谢谢大家，拜拜。